第1章夜不留名。夜色压得很低，不是云厚，是风尘。山谷里的风向被什么堵住了出口，只能贴着地面游走，带起碎石与枯叶，声音细而杂，听久了反而让人分不清远近。思夜走在山道上，这条路白天就少人走，夜里更没有，不是因为危险，而是因为没必要。官道在另一侧，多绕半个时辰，却平整安全，只有不想被看见的人才会选这条路。思夜披着旧斗篷，颜色早就看不出来，袖口磨得起毛，却被洗得很干净。夜里风冷，他却没把斗篷拉紧，只让他随着步伐微微晃动，像是早就习惯这点寒意。他走得不快，每一步落下前，脚尖都会先试探，确认石子不会滑，枯枝不会响，才把重量压实。这不是刻意，是多年留下的本能。夜走多了，身体自然知道哪里能踩，哪里不能。今夜他原本只打算走到山口，再往前就是另一条路，属于白天。白天的事他向来不接。喘息声是在这时传来的，很轻很急，被人死死压着，像是怕连夜都听见。声音断断续续，却始终没有乱掉，带着一股撑到极限的克制。思夜停下脚步，他没有立刻转身，只是慢慢往路旁退了一步，整个人贴近阴影里。斗篷的下背碰到石面，却没有发出声音，像是夜色本就该吞掉它。他又听见第2种声音，脚步更稳，步幅更大，踩石的节奏不急不缓，却带着压迫感。那不是赶路，是追。思夜心里一沉，追的这抹冷静，通常只有2种人：习惯杀人的，或习惯看着别人死的。前方转弯处，一道身影冲进月光里，是个女子。衣背破了，右肩一片深色，在夜里看不清血，却闻得到味道。她跑得很快，却没有乱，呼吸始终被压在胸腔里，不让她冲出口鼻。她的眼睛只看前方，没有回头。他知道回头没用。断阶出现在他面前时，他硬生生收住脚步。那是一段被山洪冲断的石阶，缺口约莫半人高。他没有直接跃上，而是先伸手摸了摸断口边缘，指尖快速扫过几个落点，才翻身而上。动作利落，太利落了。思夜在阴影里看得清楚，心头反而更沉了一分。他一上来，差点撞进他藏身的地方。他整个人瞬间绷紧，没有后退，没有惊呼，右手已经滑进袖中，眼神像被磨过的刀，直盯着他站的位置。只要思夜动一下，他就会先动。思夜没有拔刀，他慢慢抬起右手，掌心向外，让月光照到，表示自己没有兵刃出手的意思。下去，他低声说，声音不重也不冷，只是陈述。他愣了一瞬，不是因为这句话，而是因为这句话里没有情绪，不是威胁，也不是命令，更不像救人，那只是很平静地告诉他，这里不是他该停的地方。他没有问为什么。他侧身贴着断阶另一侧的阴影滑下去，动作很轻，像一滴水回到夜里。思夜没有跟，因为他已经听见追的人到了。3道身影停在断阶下方，站位分散，却彼此照应，一看就不是临时凑在一起的。为首的人抬头看了一眼坡顶，目光在夜色里扫了一圈，像是在确认什么。在上面，那人说，声音不高，却很肯定。思夜在阴影里缓缓吐出一口气，他本来可以退，再退一步，让开这段路，今晚的事就不会再沾到他身上。可他没有动，因为他很清楚，他一旦退了，下面那个人走不出今晚。第一个人刚要跃起，思夜已经从断阶上落下。他不是正面扑下，而是侧身切入对方的起跳路线，一脚踢在西侧，力道不大，却精准，对方的重心瞬间被破坏，整个人摔回碎石堆里。刀光亮起，思夜的短刃出鞘时没有声音，却比刀更快。他不追伤口，只卡发力的瞬间，每一次出手都是为了让对方来不及。这不是武艺展示，是夜里活下来的方式。第3个人一直站在暗处，他没有急着上前，只是看。夜行的，那人问。思夜不答。让开，那人又说，这事与你无关。思夜仍然不说话，他只是调整了一下站姿，刀尖微微下沉，像是在告诉对方，今晚谁都不会轻松。烟雾忽然炸开，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。思夜立刻闭气，借风势退开半步，站到高处风口，让烟先往下沉。那人没有恋战，很快退入夜色，
只留下一句话，被风削得很薄。他活着就一定会被确认。叶重新静了下来，司叶站了一会儿，确定默人折返，才收刀，转身回到坡顶。他没有跑远，他站在不远处的阴影里，背挺得很直，像是已经为最坏的结果做好准备。你会走吗？他问。这是今晚他第一次真正向他发问。司叶看了他一眼，月光落在他脸上，苍白却没有慌乱。那不是依赖的眼神，是在判断他会不会把他留在这里。跟着司叶说，没有多一句。他没有问去哪，他只是点了点头，把袖中的手放松，站到他身后半步的位置。那一刻，司叶心里很清楚，他今晚留下的不只是一条命，而是一段他原本不打算承担的路。夜色还很深，白天尚未到来，可有些后果已经在夜里悄悄开始了。